美军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成功，但美国空军却不太想要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中国与俄罗斯都成规模的列装高超音速导弹的情况下，美国军队对列装同类型武器似乎有着迫切的需要。对美国空军来说 ，AGM-183项目一直试验不顺，列装似乎遥遥无期。直到2022年12月中旬，美军的一架 B-52H 轰炸机才成功地实施了一次 AGM-183的发射试验。这也是 AGM-183A 型高超音速飞行器的首次成功试射。虽然这次飞行试验给了美军一点信心，但是他们似乎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按照相关的协议和技术要求 ，AGM-183A 的原型需要进行4次全状态的成功试飞才算达标。这意味着后面的3次飞行测试都必须同样获得成功，美国空军呢才有可能考虑是否继续研制和生产。那么，美国空军为什么就显得不太着急了呢？首先，根据美军公布的信息，此次 AGM-183A 的最大飞行速度超过了5马赫，但与美军招标时所设定的超音速8到9倍的速度指标相去甚远。也就是说，这次所谓的成功试射，在技术性能上并没有达标，还称不上是全状态的成功试飞。因此，考核和测试次数还需要增加，才能保证 AGM-A 项目真的研制成功了。而后续的试验到底会是什么结果，根本就没有人能说清。其次，该项目的进展呢已经严重滞后了。美国空军最初的计划是要在2022年开始投产 AGM-183A 高超音速导弹，而一系列测试的失败和延误已经推迟了这一时间表。2022年，美国空军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试飞了3次，只有最后一次算是初步成功，刚刚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后续的几次试验何时能够完成，每次的测试是否都能成功，谁也说不清。最后一条更要命， AGM-183A 高超音速武器项目的开发和制造成本太高了，搞成了也用不起。美国空军在其2023财年的预算请求中，要求拨款1.61亿美元购买12枚高超音速导弹，也就是1枚导弹要耗费1300万美元。要注意，这只是测试弹，并非具备战斗值班状态的高超音速导弹。由于成本过高等问题，美国国会已经削减了该项目1半的测试预算。那么，美国空军的高超音速导弹计划还有成功列装的希望吗？美军空中优势和打击武器的副总监杰伊·皮特曼称，我们不能谈论未来的美国政府预算战略或决定，因为项目超出了发展计划的要求。这次成功的测试为项目建立了信心，但需要完全验证该系统。美国国会一直在推动五角大楼的高超音速武器项目与中国的能力相匹配，因为解放军被认为在这一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然而，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警告说，美国空军的武器需求与中国不同，对高超音速的巨额投资不一定是空军的优先项目。其空军采购主管安德鲁·亨特更是直言不讳地说，空射高超音速导弹对整个作战系统的正确贡献，才是推动空军生产决策的原因。如果美军以此为标准，那么他希望该项目能够迅速退出生产。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空军为何不急于发展空射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呢？其实深层次的原因包括2方面，一是面临技术不稳定的困境，突防能力相比于隐身巡航导弹并不具备绝对的优势。以中国的红旗9防空导弹为例，完全可以防御飞行速度6马赫的高超音速导弹，而 AGM-183A 刚刚超过5倍音速的速度，对美国空军的吸引力并不是太强。二是这种导弹并没有成本效益，空射高超音速导弹是一种消耗品，而 AGM-183的测试弹就需要1300万美元一枚，这比100多万美元一枚的战斧导弹贵太多了。对美国空军而言， B-52发射 AGM-185隐身巡航导弹与发射 AGM-183A 在突防率方面的差距并不明显，而前者的价格仅为后者的1/10。
所以美国空军需要高超音速导弹，但是不大可能会大规模列装，因为他们根本就玩不起。从俄布冲突的情况不难发现，一种武器有没有用，不能只看性能有多高，还要看能否大批量生产，经得起消耗。从这个角度分析，美军 AGM-183 空射高超音速导弹或许真的没有太大的价值。不过，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值得人们对比和思考，那就是在2022年的珠海航展上，中国空军的轰6K 轰炸机携带2枚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公开亮相，从而证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用轰炸机发射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的国家。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进步，美国空军真的能接受自己已经严重落后的现实吗？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